在战争还没有达到美国目标没有结束的情况下，如果让乌克兰加入北约，那美国就必须进场参战，并且还必须像朝鲜战争一样成为主力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，泽连斯基根本想不到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反而是美国。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一些欧洲国家试图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向乌克兰提供一份加入北约的路线图，但美国正在反对这些努力，这暴露出西方在乌克兰战后地位问题上的分歧。4名北约官员向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表示，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国正试图深化基辅与北约的关系，并提议明确声明支持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。但是美国、德国和匈牙利正在抵制这些努力，也就是说，美国不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，至少现在还不同意。芬兰在美国的操弄下，已经通过快速程序，以史上最快速度于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。但为何美国却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呢？按说，美国挑起并裹挟北约成员国及日韩等几十个国家援助乌克兰，把战争延续到今天，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打垮俄罗斯。乌克兰作为俄乌战争的一方，美国应该大力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才对吧？但美国为何却成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主导国家呢？这时候的泽连斯基当然很愤怒了，他警告称，只有在获得加入北约的切实步骤的情况下，他才会参加7月份的北约峰会。但问题是，乌克兰又不是北约成员国，北约会听从泽连斯基的要求吗？早在2008年，北约就已经承诺同意乌克兰将在某个时间加入北约，但此后一直没有推进落实这一承诺，拖到15年后的今天，乌克兰为了加入北约，都与俄罗斯打了1年多的仗了。作为北约的领导国，美国为何反而阻止乌克兰加入呢？这就是美国在钓鱼，把乌克兰当成一条大鱼在钓。说直白一点，那就是要用加入北约作为诱饵，引诱乌克兰更多的牺牲自己，消耗俄罗斯的实力，为美国寻找机会出手打垮俄罗斯创造成熟条件。俄乌战争打了1年多了，乌克兰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敌人了。泽连斯基踏上了美国遥控的战车，自己却无法驾驶，一切都是美国在掌控战车的操控案件。泽连斯基如果跳车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美国本来就是要让泽连斯基领导乌克兰代替美国与俄罗斯交战，在战争还没有达到美国目标没有结束的情况下，如果让乌克兰加入北约，那美国就必须进场参战，并且还必须像朝鲜战争一样成为主力。因为德国、法国之类的国家恐怕不会派遣太多的部队直接参战，甚至不会派遣。朝鲜战争付出惨重伤亡的美国，怎么可能敢直接与俄罗斯面对面作战？怎么可能会让乌克兰在战争期间加入北约？因此，乌克兰的出路只有2条：一是继续充当美国的战争代理人，直到乌克兰完全失去战争能力；二是泽连斯基跳下美国遥控的战车，接受继承事实。这2条路对于泽连斯基来说，基本都是死路。